各位好，今天咱們來看看美國主流媒體 CNBC 在油管頻道上發布的視頻。主人公是一位美國人，毅然離開美國，帶着全家4口來深圳謀生。他說可惜中國不是移民國家，還說如果能永遠待在中國那就好了。為什麼這個美國人想帶領全家反向移民中國呢？以下是複述該英文視頻的大意。大家好，我是視頻主人公，今年36歲，來自美國，目前和家人生活在中國深圳。我為什麼喜歡住在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充滿未來感的大城市？其實很簡單，我從小在美國一個很小的小鎮長大，從沒見過像深圳這樣的地方。深圳的生活有很多讓我着迷的地方，生活成本低，醫療負擔小，公共交通發達，食品健康，生活便利。孩子的教育質量高，比如深圳的地鐵系統非常新，非常便宜，孩子們還可以免費乘坐。我們一家每月交通費總花費不到50美元，很多地鐵站還直通地下商場，地面上是繁忙的都市，地下卻是購物天堂。孩子們上學也不貴，2個孩子1個學期6個月，連伙食費才300美元左右。學校還有電子打卡系統，家長可以隨時了解孩子的進出情況。在中國養孩子，我最大的感受是心理壓力小，不用擔心校園槍擊案，也不用擔心孩子們在公園裡被拐走。我的孩子們會3種語言，我講英語，太太講法語，學校教中文。我太太是全職媽媽，學校的伙食讓我很震驚，專門拍了視頻發在 TikTok 上，這才是美國應該學習的。我26、27歲之前從沒有離開過美國，後來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於是來深圳教英語。疫情期間被困在外，去了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島，也就是我太太的家鄉。後來有了2個孩子，2025年6月，我們全家又搬回深圳，打算長期定居。深圳的生活很現代，無人駕駛出租車只要1美元多，買椰子水可以刷手掌支付，不用錢包和手機。現在我是市場經理，底薪3500美元，加上 TikTok 和 Instagram 收入，月入超過4500美元。我們住的是3居室公寓，月租約1000美元，地段不錯，廚房不大，水要燒開喝，客廳寬敞，陽台風景也不錯。孩子們有自己的房間，家裡只有1個衛生間，4個人共用。每月 WiFi 費用約29美元，電費約100美元，醫療保險全家每月90美元。生活最方便的是外賣，15分鐘內什麼都能送到家，手機充電器、洗髮水、飯菜都可以。快遞員到了，會把東西放進機器人，機器人再送到家門口。深圳滿街跑的都是電動車，騎手橫衝直撞，交通規則形同虛設。這也是我最不適應的地方。中國沒有個人空間的概念，走在學校附近，常被孩子們喊老外，意思是外國人，其實更多是好奇心。我普通話只會日常交流，遠談不上流利。在深圳的沃爾瑪，5美元可以買整隻雞，2.5美元能買1板雞蛋，100美元能把購物車裝滿，啤酒超大瓶，果汁、堅果都很便宜。但要提醒大家，中國不是移民國家，簽證過期一定會被遣返。我很愛這座城市，搬來中國是我人生最正確的決定。遇見了太太，有了孩子，如果沒來中國，我的人生可能完全不同，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自豪。如果一切順利，我希望能永遠留在深圳。好的，朋友們，目前該視頻流量超過140萬，評論呢已經超過了5400條，可以說關注度相當高。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些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倘若美國沒有把巨額資金耗費在海外戰爭以及對以色列的資助上，如今或許會成為中國這般模樣。繼續往下，我上周剛去了深圳，待了1周，眼界大開。再往下，當一個國家全心服務他的人民，而非億萬富翁與游說集團，就會迎來這樣的發展。下一則，別人口中的滾回中國，如今反倒成了美事。繼續往下，
博主說，在這裡不用擔心校園槍擊案，這句話背後盡顯別處的亂象。再往下，笑死我了，月薪$4500，妻子做全職主婦，還育有2個孩子。朋友們，如今啊，美國夢就在中國。下一則，我剛從中國回來，當地美食物美價廉，深圳的地鐵整潔又高效。再往下，我女兒從紐約搬到了中國，先上了3個月語言課，之後在一家有機農場找到了工作。繼續往下，我是美國人，現在定居廣州，這裡生活體驗無可挑剔，處處和諧安定。再往下，沒想到美國媒體會播出正面描繪中國的內容，實在意外。下一則，不是所有人都能過上理想生活，而博主做到了，恭喜你，很喜歡你的日常視頻。好的，繼續往下。西方一直在向我們編造關於中國的謊言。再往下，2004年至2015年，我在中國生活了10年。起初在甘肃邊遠地區，親眼見證這個發展中國家一步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震撼不已。2011年到2012年，我住在深圳，當地地下商城體驗絕佳。2013年，所有地下通道全線貫通後，從羅湖國貿大廈一路走到車公廟，全程不用橫穿馬路。再往下，我和博主情況相似，老家在美國科羅拉多州，2008年就搬到了深圳。視頻內容說得很中肯，對深圳的評價十分客觀。再往下，我一直在刷博主的短視頻，他為人隨和，看到有人在中國活出理想生活，真心替他高興。下一則，真心為他祝福，人生短短數十載，他顯然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歸宿。繼續往下，2019年我從加州搬到中國，這是我做過最正確的決定，生活質量更高，治安更好，開銷更低，當地人友善，美食也很地道，中國真的很棒。再往下，可這代價是什麼呢？這就是英國廣播公司 BBC、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慣用論調，總要刻意抹黑。下一則，5分05秒處，居然能用手勢支付，太新奇了。繼續往下，兄弟過上了理想生活，為他開心啊。再往下，英國廣播公司 BBC， 可代價是什麼？再往下， CNBC， 這才是我們想看到的外籍人士真實生活，拿着普通月薪，而非動輒年薪6位數的高薪。補充，這裡說的普通是參照美國薪資水平而言。下一則，我真的替他高興，那些敵視中國的人總叫囂，覺得中國好就搬去中國住啊。如今他真的來了，而且過得遠比以前舒心。繼續往下，每次刷到這類視頻，我都想拍下自己在杭州的日常生活。我今年40歲，從事電商行業，月薪約$2600，妻子中英雙語流利，2個孩子在家接受教育。我日常只用英語交流。定居中國後，我還清了所有債務，如釋負重，生活十分愜意，日常消費隨心所欲，每月還能存下不少錢。視頻裡的描述句句屬實。我的中文依舊很差，但一直在努力學習。如果有人想來中國旅居，擔心語言不通，大可不必。會中文自然更便利，但哪怕只會基礎用語，出行生活也完全沒問題。我也打算拍些日常視頻，畢竟像我這樣外籍人士不靠教書謀生的人其實並不多見。下一則，我2021年從紐約上州搬到深圳，很高興以這種方式結識同為美國僑民的你。繼續往下，過去我們一直被灌輸中國會發動入侵的謊言，為此我們國家花海量的錢擴充軍備，而中國卻踏踏實實地為民眾建設美好家園，我們真是被蒙蔽了。再往下，
感謝分享，很多西方人都該看看這些真實畫面。下一則，我是美國人，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但不得不承認，他和家人的生活十分愜意。中國並不像你們聽聞的那樣不堪。繼續往下，佩服他學習中文，這門語言難度極高。作為美國人，我一直覺得走出國門，開闊眼界後，人才會明白生活擁有更多可能。繼續往下，我關注了他的短視頻，十分欣賞他，也有些羨慕。深圳是一座很棒的城市。再往下，我定居美國，總有人隨口對我說滾回中國，但在我聽來，這反而是一句祝福。再往下，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恭喜你在中國開啟新生活。看得出你本職工作和自媒體都有收入，無論身在何處，能讓家人過上優質生活就是一件幸事。下一則，這組系列內容很不錯，展示了不同國家以及外國人在當地的生活與收入情況。繼續往下，說是陰天，說白了就是霧霾嘛，哈哈。好的，再往下。我博士畢業後在中國工作了3年，老家的朋友都覺得這裡沒有自由，走到哪都被監控，但只要遵紀守法，就完全不用顧慮。街上攝像頭確實很多，但久而久之你會習慣，而這些設備也是為了保障民眾安全。我妻子在這邊生活時安全感十足。後來我們去了瑞典工作，瑞典雖是個美麗的國家，但考慮到生活成本和美食，我還是希望日後能再回中國。下一則，再加上安全這一點，在中國生活的舒適體驗真的無可比擬。繼續往下，看到他用手勢支付買椰子水，滿滿的賽博朋克即視感，哈哈，這項技術太厲害了。再往下，我在歐洲、美國、澳大利亞、中國和泰國都生活過，深圳是我最心儀的定居城市，真想再回去看看。下一則，他從美國落後的鄉村地區來到這座設施一應俱全的未來感大都市，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繼續往下，我在深圳生活了近10年，十分喜愛這座城市，如今每年也會回去幾次，很高興看到美國 CNBC 頻道報道深圳。再往下，很高興能看到這期內容。1989年到1990年，我在深圳蛇口住了2年，那會兒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路上幾乎看不到汽車、摩托車和電動車。半年前我重遊此地，感慨萬千呢。1989年時，中國和印度發展水平相差無幾，如今的差距實在令人難以想象。好的，繼續往下。我雖不懂視頻制作，但能明顯看出畫面被 CNBC 調暗，還加了藍色濾鏡。難道這就是西方媒體報道中國時所謂的政治正確嗎？再往下，我是來自中國台灣的網友，視頻裡的地圖漏掉了台灣啊。好的，再往下，我曾在中國北方一所學校工作生活，這裡的餐食和視頻裡的一模一樣。下一則，去年美國封禁 TikTok 後，不少美國人開始使用中國的小紅書，大家在線上自由交流時，出現了很有意思的現象。美國人不停地問這問那，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們聽到的所有負面消息都是真的，而不是斷章取義、誇大其詞，甚至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然後中國人又問美國人一些他們中國人認為可能是中共負面宣傳美國的內容，他們原本以為那只是宣傳，結果美國人證實了很多關於美國的負面消息是真的。想必大家好奇我們聊了什麼？美國人詢問工廠工人睡地板、薪資微薄，他們並不了解當地消費水平，是否有人挨餓、流浪、食品質量，還有隨處可見的監控以及社會信用體系等問題。中國網友則問校園安全、看病、分娩、癌症治療的費用、當地生活成本、公共交通的費用與服務水平等等。再往下，很高興你在深圳生活的順心，這是座很棒的城市，祝你和家人一切安好。
好的，再往下。一家人其樂融融，願你心懷感恩，好好陪伴家人。下一則。這期視頻像是鏡頭蒙了一層藍色濾鏡，色彩看着很不自然，看着總覺得很別扭。再往下。美國政客只顧中飽私囊，而中國卻一心為民，大力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下一則。我去過深圳2次，非常喜歡這座城市，祝你開啟美好的生活。繼續往下。7分41秒處可以看到，在中國，快遞包裹放在門口不會失竊，但在美國，物品只要留在公共區域，轉眼間就會不翼而飛。再往下。太酷了，我也很想體驗這樣的生活，雖說未必會在這裡定居一輩子，但住上好幾年肯定沒問題。眼前的一切都讓人向往。下一則。生活成本親民，視頻結尾的智能機器人更打動了我。如今的美國物價飛漲，現任領導人能力堪憂，對比之下，中國的城市更現代化，治安更好，環境也更整潔。繼續往下。我有位朋友和深圳的合作企業為美國品牌代工，打交道30多年了，他一直很喜歡這座城市。好，咱們再往下看。這就是美國每年斥資20億美元在西方大肆搞反華宣傳的原因，他們只想讓民眾被困在無知的牢籠裡。下一則。如今美國落到這般境地，而中國始終在為未來做出正確抉擇，實在令人唏噓。真希望我們也能擁有高鐵、安全的校園和各類智能設備，致以致敬。好，咱們繼續。作為一名先後在中美兩國求學的美籍華裔，我覺得美國的教育開銷簡直離譜。我家境尚可，屬於中產階級，靠着父母積蓄，有幸進入全美排名前50的公立大學，沒有背負助學貸款。但我身邊同樣出身中產的朋友們，絕大多數都得靠貸款才能完成學業。在美國，為了接受高等教育，背負巨額債務早已成為常態。對比之下，中國的大學學費要低得很多，尤其是和美國的外州學費、私立大學學費相比，差距懸殊。美國學校每年學費從1.4萬美元到5萬美元不等，而中國僅為2000至5000美元。美國高等教育已經徹底商業化，除去名額稀少的全額獎學金，即便有各類助學金和普通獎學金，很多普通家庭依舊承擔不起高昂學費。好的，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親眼看到西方民眾對中國的看法逐步改變，我覺得很有意思。長久以來，西方社會接觸到的都是被片面塑造的中國形象，而如今越來越多實拍畫面、旅行博主視頻以及客觀獨立的觀點不斷湧現，籠罩在真相之上的迷霧正慢慢散去。大家眼中真實的中國和以往聽到的說法截然不同。與此同時，這也促使許多人開始反思西方國家自身存在的種種矛盾與雙重標準。好的，各位朋友，這正是我作為一個在西方生活了30多年的華人也想說的話。德國尤其是西方媒體謊言的重災區之一，其實他們正在反思自己。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西方人這麼自欺欺人，對於中國的崛起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好的，大家有什麼看法呢？請踴躍參與評論啊！感謝大家，那我們下期見。